this is like when we started dating.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Dude, I had to ask you out. Well, excuse me for waiting. You ever hear of chivalry? Listen, this is about you getting what you deserve. I'm killing myself at school because I think it's gonna be worth it for both of us. You know, if we move in together. Wait, what? What? Wait, hey. What was that? What'd you just say? Well, I mean, we can't keep, laying pipe at your dad's place, trying to be all quiet, staring up at that dumb Billy Joel. When you ever besmirch Billy Joel? I can't stop. Robin? 各位，又要是 N 一老外国天龙人、国服小鬼、原批、周批、臭让河豚、李中客、萌萌人、乐子人、观众、水有鬼妖鬼、集结国王、网络婆罗门、死妈钓鱼佬、以色列硝酸甘油哥，各位男性、女性同胞，还有另外54种性别的观众朋友们啊，各位早中晚凌晨好。那么众所周知，我来了，指定就没啥好事会发生。什么？你第一次看我视频不知道啊？那没事儿。现在你知道了啊，那么就欢迎回到我们最喜闻乐见的高素质吐槽节目《角色他们》，我是主持人波斯人 Game Studio 中文名任老板游戏频道。那么废话不多说，直奔主题。今天的主题：蔚蓝档案国服线下见面会的内容摘要，发布于7月25日。乍一看平平无奇的一篇你问我答，但是当你看到这句话，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会公开分享现场提及的诸多问题，解答各位近期以来的疑惑。然后我在想啊，可能是今天没睡醒啊，居然一觉醒来看见你蔚蓝档案国服在写最一招啊，那这不得好好的品味品味啊！当我看完了全篇36个 question 和所有的答案之后，我悟了，大师，全篇的36个 question 和36个答案都可以归根结底为2个词儿。すみませ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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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萨卡，不会真有人认为姚萌会写最一招吧？哈哈。索利沃阿拉伊奈，人主意可正了，几句对不住就给哥几个糊弄过去了，你妈了个臭逼！文章的最后，他甚至还贴心的施舍给了国服玩家3束花、8个笔记本、4盘碟，还有那么一内我升个技能都不一定够用的信用点，真的！我操死你的妈！姚萌这次干脆连石头都不给了是吧？你不解决问题就算了，送东西就别抠抠搜搜的了呗，你多少得让玩家看见你的成绩啊！人古有千里送鹅毛，但礼轻情意重，你倒好，不知道哪儿掏出来个馊馒头掰成几份分了，还说这就是补偿了，你猜这几位缺不缺你那点东西吗？你妈了个逼的，这好像不是我因为补偿骂你的第一次了吧，姚萌？好像和国际服比起来，你这个奖励实在是差那么一丢意思。更何况你要不要低头看看抱你大腿的这些优孝子啊？人对你姚萌特摄的国服抱有多大的期望啊？你就这么回报他们的？你姚萌摸着良心好好想想，你对得起那些抱你大腿的优孝子吗？你对得起那些因为懒得入坑外服而一次又一次选择相信你姚萌的玩家们吗？说实话了，我都替这些人群感到难过，因为你姚萌是属于那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那种不可名状之物。不过有一说一啊，虽然门外是敷衍的味道，但是呢，读完了这个所谓的最一招之后呢，你老任我还确实从中嗅出了那么一丝丝重要的问题。那就跟上我们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看下这几个所谓的重要问题到底会对游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Been the kind of guy girls mamas don't like, running with the wrong crowd on the wrong nights. Cause I've been wrong about 1,000,000 times, but I got one thing right. You. 首先是开场白啊，蔚蓝档案国服项目运营和市场等负责人悉数到场之后呢，与在场老师进行了3个小时的充分交流。参会老师是我们从问卷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组抽取的。随机抽取的，由于条件限制，能够到场参加的老师人数有限，你最好是随机抽选的啊！你不要是类似于什么问卷里面填点奇妙的小暗号，莫名其妙的人就被拉去参加线下见面会了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咱们就不多做追究啊，因为没有什么可靠的来源说明人都是托。那我们就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国服到底要加速到什么样的进度？
目前推出的新角色速度是否有些过快呢？答案为：国服在版本排期上并没有所谓的追进度预期目标。好的，破案了，家人们，你国服并没有什么追进度预期目标。那么换句话说，什么1年赶超国际服，1年半赶超日服进度，那些事情都是不存在的，好吧？至于你国服要加速到什么进度才算完呢？我的评价是。那么看到这一句，我们认为过长的活动真空期会影响各位老师持续体验剧情内容的热情。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看完剧情就退坑了？你这么做无非就是逼着玩家退坑啊！你说你拉快进度了，补偿又发不够，然后呢还要美其名曰为我怕你热情掉下去，这是热不热情的问题吗？反观国际服和日服啊，这两边虽然说剧情开得慢，但是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吃透、去理解这些剧情。而国服玩家呢，大部分都是打开哔哩哔哩，打开微微字幕君，没了。我说的没错啊，别这样啊，这样就是戳到痛点了。然后呢，再看到这一句啊，核池的考虑也是从上面的角度出发的。我们认为较长的活动真空期会导致游戏可游玩的内容不足，因此对于部分招募我们进行了合并。但之前的 Rabbit 小队以及阿里乌斯战术小队招募期间时装的4位角色，在招募成员和养成方面给各位老师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在此我们表示死命马赛啊！态度呢是好的，但是啊，看到这一句较长的活动真空期会导致游戏内可游玩的内容不足，那么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长草期，你把长草期直接嘎了，那长草期是用来干什么的？第一个用来攒资源，没啥毛病嘛。第二个用来吊你们的胃口。说实话了，经过很长时间的长草期之后，玩家都会对即将到来的新剧情抱有很大的兴趣，无非就这2点嘛。那你这么干的意义何在呢 ？Ustar。再看到末尾啊，我们充分听取了各位老师的反馈，在今后的国服安排中呢，除了参考外服排期招募内容以外啊，你最好参考过外服啊。都他妈定耻辱柱上了，还好意思说这话呢？国服不会安排额外超过3名以上的新角色招募内容，希望通过该方式能有效的避免一次性推出多角色造成老师难以承受的养成负担。好的，记住这句话，以后我们要考。看到第二个问题啊，在周年期间，国服连续开放了多名角色的招募活动，这一点是怎么决定的呢？我们直接看他的答案，在参考的排程中呢，隶属于山海经的小孩子教官在运动会活动之前开始时装，国服在调整排期时，为了让玩家更有代入感，体验剧情更加连贯，我们选择将 On Your Mark Millennium 和 Get Set Go 2期限时活动与2024巴黎奥运会时间贴近并连续开放，导致了新奈时装延后。那这个我就没啥话说了，逆天，好吧？牛逼！上述调整导致体优、小孩子教官和 Otto 3个角色在招募期间无间隙连发给玩家们带来了不好的游戏体验。你还知道给玩家带来了不好的游戏体验啊？刚才我想考你们啥来着？国服绝对不会额外安排超过3名以上的新角色招募内容。哦，懂了。按照你的意思来说呢，可以等于3，但绝对不会大于3。事实呢，你也做到了，主打一个极限啊，红线在这儿，我就脚尖儿站在红线上，但是我绝对不超过那个红线。我就想让你骂，但是好像你又找不到理由来骂我。牛逼啊！我看你 Ustar 呢也是风韵犹存啊，在这方面。好，那这里就有人要问了，既然无法选中，那你把这事拎出来讲了干啥呢？哥们儿，你知不知道什么叫3个池连着发的含金量？就是说缩短每一个池子的应该存活的生命周期，然后无缝衔接下一个，再无缝衔接下一个，以此达成无缝衔接3个池子啊。那么有人说，哎呀，那这是无缝连发的呀，这又不是一起招的啊。那确实，请问你的石头撑得住吗，孩子？知识学报，那撑不住你跟我说这逼话。然后后面这一句呢，也是死命哇塞啊，就没啥看的必要了。然后看到 Q5啊，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国服的补偿或者说资源没有以前丰富了。想问一下官方为什么？这个答案和上一个一样，又是牛头不对马嘴的。OK， 这里打断一下，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不太明白，为什么我说和上一个问题一样牛头不对马嘴。那这里的上一个问题指的是什么呢？简单解释一下。为了确保各位现在看见的视频质量呢，我们会对已经完成的部分进行无数遍的审视。遇到牛头不对马嘴、前言不搭后语的部分呢，我们会进行悉数删改。那么毋庸置疑，第4个问题，也就是上一个问题，在这段小插曲出现之前呢，的确还存在。我这个人呢，你懂的啊，比较注重质量。我可不像某些人，出视频的速度确实快到我不得不佩服，但是质量我咖喱马塞。
好吧，其实关于速度和质量这个问题呢，很早之前我们也谈过，只是各位呢没太听出来。那么详细可以追溯到《绝世唐门23-11赛季剧场版》的彩蛋部分，那这里就不多占用各位的时间了，各位请继续观影。甚至于说官方好像在刻意的回避这些个问题，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他答案说了啥。第一段无非就是告诉你，这是一个多地区发行的产品啊，我们要经过多方的确认来决定这个奖励发放的合不合适，这一点呢我们先放着不说。然后看到第二段的最后一句，针对本次异常问题，双方决定不涉及清灰石补偿。你好像回答了，但好像又没完全回答。人家说举个例子，有1700神灵精髓补偿案例，但是为什么补偿明显不如之前有诚意了？请问你的回答在哪里呢？理债干神魔，你脑子进水了。最后一段呢，无非就是死命骂赛，但是不给补偿就没了。这个 Q5 问的也是我觉得挺重要的，官方就这么敷衍啊？给阿姨倒一杯 cappuccino。来看到 Q6 啊，未来国服是否会跳过任何的复刻活动或者缩短其持续时间呢？这次终于没有答非所问了啊，他终于是把答案说出来了，值得表扬啊！你终于会说人话了 ，Congratulations， 姚萌。好，我们来看答案说了什么啊？国服不会跳过任何一个复刻活动，也不会缩短其复刻时间。然后呢，需要和各位老师说明的一点呢，就是活动复刻与首次开放一定要有时间间隔。你好像说了，又好像没说啊。因此，复刻活动在国服推出的时间呢，相对其他地区有所延后啊，如延后。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段啊，各位老师较为关注的3个复刻活动。首先第一个，小雪捉拿归案，大可爱的假期，还有温泉乡。将在今年的3到4个月内再次与老师见面，还请耐心等候。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好像这个小雪捉拿活动是今年3月份才开了吧？然后你7月份要宣布在未来3、4个月以内，你又要把它开起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在急什么，忙着去给你妈奔头期嘛，姚萌。我不知道你这么做有什么意义，你好歹给玩家带来点完整的游戏体验呢，赶个国服进度，搞得好像给你妈奔丧一样，我操，抽象啊！接下来我们看到 Q7 啊，国服的庆典周末会和周年对齐吗？活动会和国内的季节对齐吗？首先，哥们儿，你这个问题有那么一内扯淡，不过我个人感觉无伤大雅。好，我们来看答案说了什么啊？首先呢，就是巴拉巴拉的一大串客套话，客套完之后呢，告诉你，不过可以透露的部分就是，国服将在今年11月迎来下一任庆典角色，届时也将开启新的庆典招募。那么他是谁呢？没错，是米卡啊！我个人感觉米卡在我手中还没钻热呢，国服就要拿到了。不过现在我可以预测到了2个点呢，就是米卡出来之后，可能有些大节奏会复活啊。至于是什么大节奏呢，可以去翻一下我之前那期视频，我就不想再回去吃一遍屎了。第二个呢，就是按照姚萌这种赶着去跟他妈奔丧的这种节奏呢，我认为可能水星野也是前几天开的啊，很有这种可能。虽然但是我不知道，所以说请各位在弹幕上发一下，也可以让我知道。总之呢，姚萌是幽默的，好吧。后面有些问题不太重要啊，我们直接看到 Q13， 关于总力战为什么要开放紧急总力战，而且毫无开放规律，还有到之后的 Torment 难度，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劳任在此提出表扬，哪位大哥问的自己来认领一下。那么我们来看下他是怎么回答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我们观察到了各位老师在当前国服进度下养成资源不足的问题反馈，因此我们推出了紧急总力战这一模式，尝试补充各位老师的部分养成资源空缺。那么问题来了，友情，你此言即出，你的第一反应为什么不是去反思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资源空洞，而是去开放了这个紧急总力战这种逼东西？光拿外服说啊，蔚蓝档案这个游戏呢，确实是会出现资源空洞的，但是在极少数时间，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因为外服玩家在升级角色的时候，多少都被资源方面卡过脖子，那把它填起来的方式自然也很简单，氪金。但是这个东西在你国服呢，只能叫做资源鸿沟。为什么呢？因为进度加速的原因，本是资源空洞，现在已经撕裂成了资源鸿沟。关于资源空洞的详细解释呢，去看我之后要发的那期视频啊，这里就不多说了。那到这里就有观众要问了，既然是3个服都有问题，为什么就不见外服玩家去抱怨，而只能经常听见国服玩家在怨声载道？其实思来想去啊，就算外服有资源空洞，但它的成长周期长，
长到足以让我把这个坑填起来，并且准备填下一次大更新的坑了。而国服玩家怨声载道的原因自然也很简单了，前面的资源空洞还没有填上，另一个立马就来了，久而久之，一个套一个，那是不是就形成资源鸿沟了？如果这样子你不是很能听懂的话，我们举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比如说你每天晚上12点睡，在外服呢，你可以睡到第二天早上的9点或者10点钟自然醒，然后总力站把你叫起来说，哥们儿，我们该上路了。那在国服的待遇呢，你每天12点睡，第二天4、5点钟就要被总力站拎着冷水战皮鞭直接抽的在路边立正站好，为什么呢？赶进度嘛。然后呢，你就会因为完全没有精神去应付接下来的事情而玩得很累，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人所抱怨的东西啊。现在更离谱了，2期总力战一来，导致你现在2点钟就要被抽的立正站好，资源空洞的出现终究只是游戏的问题，只能去怪官方。而你国服这套方案下来更是他妈离谱，那个更是死全家，好吧。这位老哥考虑的还算周到啊，考虑到 Torment 的难度。按照我的思维来说，这位老哥考虑到的还只是 Torment。那到后面呢？大决战、制约战，请问你打算怎么排程？3天一个总力战，4天一个大决战，然后制约战跟他妈彩票一样随到就开，是吧？忧心，说实话，你现在真的非常的逆天，而且非常的抽象。你至少得给玩家一个答案，让玩家不这么人心惶惶的就玩你的游戏。因为没人知道你 Your Star 下一步到底会干出什么离谱操作来。自国服开服以来，一直都是这逼样，一遍一遍的去挑战玩家的底线。本就少有的困难，你还要将其放大，还要美其名曰救赎。车辆需要年检，是因为测试它的性能是否还正常，是否还能上路。虽然时不时会有暴力年检的消息放出，但那确实是在少数。而你经常对你的玩家使用暴力年检，你想测试下他们的性能是否还在正常 ？Ridiculous and humorous。车被暴力年检伤的是发动机，玩家被你这么一搞，压力山大，直接就退坑了呀！你搞这个破鸡巴玩意出来，是败坏2个外服打了那么久的江山是吧？跟他妈流产一样，出师表拍你头上了都不知道该干啥，纯他妈傻逼！压死嘞！说实话。现在真是该急的人不急，不该急的人搁这跳上脚了。因为我看着还算是蔚蓝档案的玩家被忧心这么折磨，更何况有些还只是普通玩家，我会心生一丝怜悯的。当然小丑呢，我选择嘲笑啊，众所周知的。忧心这么搞，无非是会毁了这个游戏。我今天话放这儿了啊，不信的话呢，可以等到数年之后来验证验证。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说了，来说 Q14。月卡和充值机制，就是价格什么的，能不能再优化一下？说实话，你这个问题呢不该问啊。如果我是忧心的话，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真不该问。你跟一个资本扯这种价格问题，你觉得他会妥协吗？他必不会妥协的。那么他说的东西呢，也如我所料啊，就是巴拉一大堆呢。由于价格调整这个事情呢较为敏感啊，且整体推进难度较大，目前我们暂时无法提供相关的结果和进度。对此，我们真诚的表示死密马赛。正如我所言，是吧？那么说一个不算冷也不算热的知识啊，就是国服的物价呢，确实是要比外服的物价贵那么不止一丢丢的，而且好像经过了很多次协商，这个价格依然没能打下来。我就不知道你忧心的定价依据在哪里？国人的钱好赚是吧？啊，那真是这样的话，我也就不说啥了。那么我请问一个问题，蔚蓝档案是一个全球都可以玩的游戏，而且你还代理着日服。我说的没错吧？那么你有这能力，为什么你不去薅点洋人的钱呢？你搁这逮同胞薅上了，我真的操死你那马呀！你真是个鸡巴！仗着自己有点能力逮着麻瓜薅是吧？我真他妈看不起你呢都！为什么你不来薅点我的钱啊？你要不要猜猜为什么你在我这儿薅不到钱？那么到这里肯定就有人要问了啊！那你认某一个铁公鸡，你要人忧心给你薅什么钱呢？人能薅到吗？错误的，哥们儿，你要这么想的话，只能说明你是井底之蛙。古有清朝李保家曾在《官场现形记》中写到过：钱得花在刀口上才好，若用在刀背上，岂不是白填在里头？那么换句话说，钱得花在刀刃上。那么什么叫做刀刃呢？刀刃这个词定义就很广了，全看你怎么去理解。简而言之，你认为这个钱花在什么地方是值的，那这个地方就是刀刃。详细的我考虑出个视频给你们讲讲啊，因为国服的这个定价问题，以及某些人至今为止还在洗，确实值得一期视频来装载。再一个就是放这儿要超出计划时长了啊，我直言不讳。那么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啊。后面的都是些杂琐小问题，我们直接看到隶属于联动相关内容的 Q19、Q20、Q21， 那么就是大雷部分。那么请各位外放的同志们呢戴上耳机啊，这段可能要开始展现一下我高贵的素质。首先 Q19 愚人节发布的联动信息是怎么回事？官方说什么我就不管了，我就一句话，我操死你的那个马忧心。我们直接看到 Q20， 在联动信息公布后，舆论混乱的第一时间内，为什么官方一直不公开回复？问题问挺好啊，但是这个答案呢就稍微差点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逼养着怎么回答的。首先，很抱歉没有对老师们的诸多反馈进行答复，给大家带来了不便。你还知道不便啊？我操死你的马！虽然很早之前我们就观察到了部分老师对联动感到不适的情况，但遗憾的是，由于受制于版权、内部审核及业务细分等方面的设置。不对吧，优心？血魂好像是你代理的游戏吧？不是你家的游戏跟你家的游戏联动，你跟我说上版权了，意思是优心分家了，还分东优心、西优心的？我觉得没有吧。不是，你找个理由搪塞，你能不能找个合适的理由啊？他妈傻逼都能看得出来。你怎么啊？我操你妈！你妈了个臭逼啊！优心，这种理由是你鸡巴一张嘴你能搪塞得过去的啊？你妈在医院抢救无效的时候，是不是医生也这么搪塞你了呀？你学到这套话术，你来搪塞我们了是吧？我操死你的那个马 ！Q21 会有网传的2期联动吗？优心，只要有，我这些飞黑呀，本得了妈丢谁呀？我还是这句话，好吧，说实话，你那个 TV animation 做的就是一坨狗屎了，你还要时不时整点雷来刺激一下我们的血压是吧？有点老母浪翻黑呀！到时候给我血压干高了，我这些飞黑呀，本得了妈丢谁呀？然后呢，我们看到市场相关内容啊，那么这几个问题呢，我们就几笔带过了，毕竟不是很重要。首先看到 Q22，省流维是否会上线新的直播项目，或者新企划、新动画？官方说有，但是什么时候会出来呢？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那什么时候会出来呢？谁都不知道，那也就淡忘了。然后呢，说目前有国服老师对类似于独家记忆和补习部小动画之类节目的渴望，我们也会持续推出更多的新内容。说实话啊，这两个东西呢，是目前为止你老忍在国服看见的为数不多的两个看起来不需要蒙眼睛和堵耳朵的东西啊，做的还算中规中矩，好吧。然后看到 Q23，为什么不是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独家记忆？哥们儿，你问他呢，不如来问我啊，我来帮他回答了。还是那句话啊，你太高看 YouStar Picture 的技术了，我只能告诉你，如果他把每一个角色的动画全部都做一遍，那他就有足够的理由来拖进度了，他就不会这么赶了啊！说明这个东西呢，它根本不重要，你懂我意思吧？当然，这个只是我的个人猜测啊。如果各位大佬有什么其他的见解的话呢，欢迎在评论区发一下啊。然后看到 Q24 关于音乐的相关领域，官方有些什么尝试呢？那么简而言之就是对主题曲的 remix 啊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说我们会在线下开设更多的电音节啊等等之类的，邀请各位老师过去蹦迪，没问题，我个人觉得没问题。然后我们看到 Q25啊，对于角色的小剧场多样化内容是否有制作计划？然后官方说呢，这个我们一直在计划当中啊。对于部分角色，我们将不仅仅制作小剧场，还会提供更多的多元化内容，比如说歌曲、联名周边、主题活动等。换句话说，奔着你的钱包来的，快跑吧！怎么说呢，哥几个，梦回某次吃茶3000和蔚蓝档案的联动，一杯茶卖30-40块钱，个人感觉呢，还就那个挺符合香港的物价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上海那次蛋糕店的联动，好像据说一盘蛋糕卖100多，当然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如果真这样的话呢，搞抽象的还是你忧心在行，好吧。Damn it。然后 Q26 关于线下活动，比如说 FES， 官方有什么最新的进展或者计划吗 ？CP30 官方会去参加吗？然后这个答案简而言之为 CP30 呢，我们是不会参展的啊。然后关于其他的线下活动啊，像什么 FES 啊，都需要大量的参展筹备时间啊。总之就是非常麻烦，然后各种推脱。说实话，姚萌，这可不像你的作风啊！你要是被绑架了，屏幕上扣个1，好吧？赚钱的生意你不来啊？他明明可以从我的钱包里面拿5-6张红的出去了，他还要给我点奇奇妙妙的谷子之类的，有点好笑。然后 Q27 以后能不能在更多的地方开展线下活动，而不是只有上海啊？然后呢，他说我们确实希望更多地区的老师体验到线下活动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选择和罗森联动合作，40块钱几条毛巾，还包含一串激活码。我看 IC 那激活码我又用不上，那40块钱真是他妈买个情怀啊，哥几个。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加强线下老师的体验，也为主题店内定制了语音小剧场之后呢，也会推出更多的能在上海以外地区落地的活动企划那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好吧，因为没啥说的必要。我们看到周边相关内容啊，唯一有看头呢，也只有这个 Q34了。后续周边有什么规划？白子的围巾、星野泳装的抱枕，设定集有在安排吗？或者是否推出国服专属音乐碟 Original Soundtrack？ 哥们儿啊，想象非常的美好，现实非常的残酷。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是怎么回答的。
后续我们也努力推出各位老师期待的周边商品，目前正在积极推出角色毛绒玩具等设计和制作。白子的围巾和星野泳装的金鱼抱枕呢，已在推进过程中啊，计划年内展开预售。设定集我们希望能原模原样的在国内出版，但是目前为止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不能保证能够推出。兄弟们，看到这里，悬着的心也算是死了啊！你们不会还在期待国服的设定集吧？你知道什么叫设定集的含金量吧？涉及到原话了，我就告诉你了，你国服出个邦尼师傅，还要请小孙叔来举个28的牌子打下马 ，PV 都不敢放。我也不指望他会出什么设定集了，你们就做梦去吧啊！关于这个周边方面呢，说实话了，我也没啥好评价的了。该整的东西呢，你直接说，哎呀，整不了，国家有政策限制啊。不过事实证明呢，你是正确的啊。然后不该整的东西呢，你哭整，哭研发，哭生产，其实也没啥毛病啊。你毕竟还要吃饭嘛，曲线就优先。不过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无伤大雅的。毕竟有人一定会为你的行为买单。盖愚者多财，福泽绵长嘛，对吧？那么看完这一系列的问题之后呢，我想问各位依然在坚持国服的老玩家一个问题：你们一直在坚持国服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了再三确认姚萌的妈妈是哪位吗？这是虚假的、谬论的、不切实际的。你姚萌怎么可能会有活着的妈妈呢？其实呢，你们坚持国服的理由我并不关心，反而我关心的是国服开服1年多了，各位的游戏体验如何呢？之前哥几个不惜把我私信打炸了，要找我理论这么几个问题：和谐、补偿、资源、剧情。有说，哎呀，我就乐于在国服体验完整剧情的，哎呀，国服的补偿都远高于外服的，打个补丁，外服就和国服一样了。那么现在如何了呢？之前讲过这些话或者有过这些想法的人，自己找个地方立正站好啊，人太多了，我就不点名了，人贵在自知，懂吧？那么如何呢？哥几个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游戏体验了吗？当一个二哥都在说我杞人忧天的时候，你们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本着能帮就帮的原则，让各位能走平路则走平路，尽量避开这些方面的坑。不说别人啊，你劳任我能够摸着良心的说，我已经做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结果呢，一个二哥说，哎呀，你他妈算个嘚儿的老人啊，你还来教我，教个鸡巴。虽然这么说，从根本上来看呢，也没啥毛病就是了。毕竟在当时蔚蓝档案这个游戏呢，我也才玩了半年多点。但是你真觉得你劳任的游戏年龄仅限于这半年多点的补罗阿卡吗？你真是幽默的，令人发笑的啊！自己鼠目寸光就罢了，听不进劝也罢了，倒反天罡你他妈还跳上脸了，那我们能怎么办呢？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吧。然后呢，一位 UP 把这个话说出来了，好像还被骂了一顿。我隐约记得这个事情好像就是去年的3、4月份啊，大概这个事情放到今天来看，依然也是逆天啊。现在我觉得这句话多少应该改为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抉择，嘲笑他人下场。你们觉得如何呢？纯真丁一郎曾言，没有什么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只能说明时间不够长。官方把这篇东西甩出来那一瞬间，就已经很明显的说明了你国服现在的态度了吧？进度要加速到什么程度算好呢？我不需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补偿奖励该怎么发，该发多少，这他妈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也轮不到你来一语点醒梦中人。什么？因为我戳到你痛点了，你想来骂我？好啊，哥们儿，你现在还能抬得起头跟我说话，是因为我认为童言无忌，小孩子喜欢耍赖皮正常。如果我不让着点你，难道让你去给姚萌的老妈扫墓以表忠心？幽默了啊，哥。那么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简短，这期视频到这儿呢，差不多又要结束了。至于你们问我玩游戏应该首选哪个服呢？你劳任可以告诉你，优先选择外服，没有外服再选国服。如果我话说到这个份上，还是有人讲，哎呀，那我懒得去整，那我就在国服待一辈子吧。是，那希望你对待你的人生也是这种态度，啥事儿都懒，甚至懒得起来吃个饭，最后饿死在沙发上，也就这样了吧，哥们儿，我也不说你啥了。And the important things, I realized too much of this video, so if you want to watch original video, you know how to find this. I don't want to say anymore. And one last thing, remember,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and turn on small bell reminder. You can get a much excellent video in future. And you know, I have always been grateful for your support. But when will you see me next time? It's a good question. 这个问题呢，我也回答不了。相见即是缘，我能制作视频的机会呢，只会越来越少。你能看到这里，我也会心怀感激的对你说声谢谢。至少我个人觉得，那么多天的努力，
没有白费。无论这个视频的观看量是多少，无论各位红温与否，观众爽的话，那当然是最合我意的；不爽的话，各位也不妨期待一下下次呢。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绝世唐门系列呢，那不妨订阅一下，或者多投稿有关绝世唐门类似的事情，你们看着也爽，我骂着也爽。那么今天就先这样，拜拜。